气腾腾、汁浓味足的东北菜，可是您这个冬季的最佳选择。本期健康新时代特别邀请来自东北的大厨，教您制作正宗地道的东北菜。拥有100年历史的德莫利炖鱼是东北家喻户晓的名菜，想要做出正宗的味道，可是有讲究的。您知道如何处理鲤鱼可以去掉土腥味儿，让鱼肉鲜美无比吗？您知道只有100年历史的德莫利炖鱼都要放什么调味料吗？酸菜饺子更是东北人离不开的主食。想要饺子好吃，馅料是关键。您想知道这酸菜馅里都加了什么调味料吗？想要在家就能体味东北菜的热情美味吗？那就一定要锁定本期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今天的健康新时代给你带来的是热情的东北菜，也是大嘴的家乡菜。一说到东北菜呢，大嘴心里会觉得很暖和，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呢，如果说能吃到一次这个东北炖菜，热乎乎的，肯定会让你觉得这个一天的奔波劳碌的疲惫呢，顿时全无了。而且要是来这么一份酸菜饺子，那种酸酸的感觉啊，真的是独一份儿的东北味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东北菜。给大家带来东北菜的是我们大家的新朋友，来自于东北的朱大厨，欢迎。大家好。那今天呢，也有一位养生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主治医师、营养学家，我们的老朋友了，王静老师，欢迎。大家好。东北菜，咱们想一想这个鲶鱼炖茄子，您听过的还有什么？还有那个酸菜炖排骨，小鸡儿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而且还有一道这个德莫利炖鱼，哎呦，可以说喂饱了好几代东北人。对，这个哈尔滨方正县里边有个渔村，叫德莫利村，这个村呢，距现今呢已经有100多年历史，100多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吧，这个时间呢，就是说一律村民以打鱼为生，而且靠着松花江，松花江很近，这鱼呢都是很鲜活的鱼，特别好。而且有一对农妇就是说在家里开了个门头小店，他们可以说那时候是开拓创新，自己呢自立门户，然后整这么一个鱼店，是不是？对。以招待就是过往的客人呐，或者是跑长途的大客车啦什么的。因为这个德莫利村呢，它所在的位置正好是一些长途的这个路，这个交汇点的位置。对，在这个位置呢，经常有一些这个正在奔波路程的人呢，停下脚来，然后找食儿吃。正好这有炖鱼的店，就进来尝了。后来慢慢的就有名了。对，慢慢的就是说传遍了大街小巷。就是说在后期就是发展到说整个的德莫利村就是说很多家都在烧这道鱼都在炖这个德莫利。那说到这个德莫利炖鱼呢，它发源于这个德莫利的村。不过这种德莫利炖鱼的方式呢，现在真的是在全国各地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么怎么做呢？今天朱大厨教你一步一步的来。咱第一步先得选一条比较好的鲤鱼，是不是？制作德莫利炖鱼的原料有鲤鱼、尖椒、大枣、粉条、大白菜、豆腐、茼蒿。那你看，今天咱这德莫利炖鱼呢，炖的就是鲤鱼，也就是这个江里面的鱼你看这个鲤鱼，如果说大家在家里做不好的时候会怎样？会有土腥味儿，因为它属于河鱼，好像土腥味儿就往往重一点，是不是？但是德莫利的炖鱼土腥味儿呢，却丝毫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第一把鳞打净，第二呢，就是说把鳃一定要去净，鳃里头不要有鳃全都取出来，去净，而且呢，内脏不要有黑膜这个黑膜是不是就是这个腥的关键所在？对，这个去除的时候就用手给它拽下去就可以了用手给它冲洗的很干净就可以。还有一点，它是说鱼有两套腥线有两道腥线以后呢，就是说把鱼都已经洗干净宰杀好以后，从尾部轻轻的拿一刀，完了再从这个头部下半部再轻轻拿一刀，拿一刀以后呢，是这么轻轻的拍它，轻轻的拍完以后，就是说这个找头这个鱼的筋呢就会出来。停，大家看到这就是鱼线了。我们这儿这个位置，然后一边拍一边来拽它。对，来，大厨您拍，我帮你拽。哎呦，你看它停，大厨你要是不拍的话呢，这时候拽的时候就容易拽断但如果说你一拍的时候呢，这个就很好拽出来了。好，大厨您接着拍，你看。这一条，我觉得一个好的厨师还得解剖学的已经很棒。好，看到没有？这一条腥线已经去除了，这个腥线以及刚才大厨说的这个鱼腹里面这层黑膜是腥的关键所在，所以说这一条腥线咱就把它放在一边。好嘞，现在呢鱼就处理好了，接下来看一下怎么来做。鱼提前要改下刀，改刀改刀以后呢，就是说一字刀，而且呢深度
一定要深一些，尤其在脊背这一块，肉比较厚嘛，不易入味儿。哎呦，但你看大厨，我在想，如果说你深一点的话，这个炖鱼炖久了之后它会碎吧？这个怎么才能保证它不碎呢？不碎呢，咱们就是提前呢给它煎一下，煎一下，两面的轻轻一煎，两面一轻轻一煎，就属于是怎么属于是在外面形成一层硬的这个壳，还是？对，炖的时候不易碎。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呢？能去掉它的腥味儿，多多少少能去一些。你看，一般呢，我们做鱼的时候呢，处理这个刀法哈，只要是炖的，都喜欢用这种1字刀，不喜欢用10字刀或者0星刀，因为担心它这个肉呢破坏掉之后会容易炖碎，所以说改成一个1字刀就可以了，但是要深一点点，这样呢入味儿入的会比较好一点。锅中放一点油。你看既然说到这个鲤鱼呢，大家肯定会生活中都知道，因为这个鲤鱼是我们中国就是淡水4大名鱼之一。淡水4大名鱼有这个草鱼、鳙鱼、鲢鱼。淡水4大名鱼还真不是这个，淡水4大名鱼呢，是你像是松江的鲈鱼，还有黄河的鲤鱼，还有松花江的大马哈鱼，对。然后最后一个是兴凯湖的白鱼，这是我们中国4大淡水名鱼。哎呦，一会儿咱再说鲤鱼的营养价值，咱看看这边这鲤鱼哈，已经下锅了，鲤鱼现在煎一下。这时候煎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提前的时候加一点这个八角或者说花椒给它炸香吗？这个不用，得先煎好以后吧。这个煎好以后，完了把这个八角和这个花椒再搁里头。这油温还是够的。那这个油温在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下进去然后煎鱼呢？油温稍微高一些以后呢，这鱼呀不易粘，不易粘锅。这时候加入五花肉，对，把五花肉加里变香。我在想，这个加五花肉的目的是，肉的胶质比较大一些，而且煸熟以后啊，对于这个炖出的鱼这个汤汁啊也比较浓稠一些。哎呦让汤浓，对，然后让这个鱼呢炖出来香。加点五花肉，量也不要太多，太多的话呢，可能影响鱼的味道了。对，就是你看，我们也就这些肉，是不是？对，也就是半两左右吧，一小点半两就可以了。对，多了没必要，多了就会变得油腻一些吧。我们主要是让这个口感上更香一些。我呢是以前吃过德莫利当地做的这个炖鱼的，对，一般我知道的很多人都驱车赶往。对，一般呢德莫利炖鱼就是炖这个鲤鱼。那这个鲤鱼营养价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像鲤鱼呢，它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钙啊、铁含量很丰富，而且最主要的是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非常的高。对，所以呢就对我们的身体滋补作用很强。你像中医上我们就认为这个鲤鱼呢，它有一个温中益气、行气通乳。还有一个平喘止咳的一个作用。在产后的孕妇如果缺少乳汁或者是没有乳汁，我们有时候就告诉她用鲤鱼啊，用猪蹄儿加上少量的通草，可以煲制成一个汤让她来喝，这样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通乳的效果。听到没有？所以说这道炖鱼呢，我相信一定能起到很多滋补的效果。那就在我们刚才的说话间大厨呢已经把这个简单调味前期调好了。之前是放了一点什么？放了一点生抽和老抽，是不是？放点老抽喷了一下，调颜色。然后放料酒，老抽、料酒。料酒去腥，还加了什么呢？再加上八角、花椒、蒜丁、葱姜，然后在这个小素椒，把它们放进去之后，立刻就要加汤就是说把它爆香以后，香味出来以后了，给它加上汤。那这个在鱼煎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再加这些调料，然后开始加汤呢？两面已经煎成了，就是说形成了一种硬壳，保护成那种蛋白质已经变性了。对，然后就加入我们的调料，爆香，然后赶快加汤。这个汤大概在什么程度？汤这块呢，就是说鱼参一半吧，鱼参一半也可以。这时候看到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小的干辣椒，包括呢八角，还有花椒，还有我们这个小青椒，还有香菜，还有大枣、大蒜子，全都放进去了。好嘞，千滚豆腐万滚鱼，先放豆腐。对呀，然后现在放豆腐。哎呦，豆腐这小配菜，这道菜这么一做这个感觉你看营养搭配上也是挺均衡的。对，有豆制品，有动物蛋白，有植物蛋白。这时候还加补一点，补点生抽，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了。如果说你觉得颜色或者说觉得味道呢有点清淡，来一点生抽，来点酱油，这时候就可以把盐加里。这时候就开始加盐这个不是出锅之前调味这个鱼炖的时间会很长，而且后加味的时候鱼肉恐怕是味道不够。加盐还是多一点，不然的话这个味道渗不进去。对，但也要考虑个人的口味，因为毕竟呢这个生抽和老抽里面呢，还有料酒里面都有盐。所以说，建议你呢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盐的量。
尤其是想减肥的人，虽然推荐这个菜，也是就说是要少量的加盐，因为它这个盐分太高了，肯定是水钠潴留。而我们说这个鲤鱼呢，本身它有一种利水消肿的一个作用，所以那种有水肿的呀，或者是那种想减肥的，本身是那种容易水钠潴留体质的人，多多吃点鲤鱼，减肥很有效果。哇，听到没有？所以说这边这道菜呢，不仅健康，还适合减肥，但是要注意盐的控制。然后我们开锅之后，把这个盖子盖上，这时候改成什么火呢？大火急火烧开，然后改小火来慢炖。对，鲤鱼啊带籽，这籽尽量不要扔掉它，可以说家庭可以说放在里头。对，卵磷脂含量特别高嘛。对，来一点鱼籽。其实说到这个德莫利炖鱼我想问一下主厨，你看咱们两个呢都是东北人，一般都知道这个德莫利炖鱼真的太有名了。很多人呢不惜花上这个几天的半天的车程跑到德莫利来，就为了吃一顿这个鱼。我刚才在私下就听大贼讲，好像曾经就驱车特地赶往德莫利去吃。真的是，因为这个鱼呢，它做得好，可以说是鱼飘香万里的感觉。而且大多数人只要是沿着这条高速公路走到这个德莫利村这个位置的时候，不停下来吃一顿德莫利炖鱼，总感觉这趟路白走了，或者说没有体力再走下去，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感觉。那德莫利村每天这个。我们村外肯定是车水马龙的，而且发家致富就从这道炖鱼菜开始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朱大厨，你感觉这道德莫利炖鱼它这个味道主要的精髓是什么味道呢？鱼的鲜味儿，第一是鱼的鲜味，第二呢就是说豆腐青菜，用这种鱼汤相互的去味儿的渗透，就是说豆腐里头有鱼味儿，很透。为什么说咱先放豆腐？就是想让它就是说它这个味儿相互的去溶解，没错相互渗透在一起。先放豆腐，然后让这个豆腐里面这个香味去渗透一下，然后也吸收一下这个鱼汁，是不是？对。你看今天这道德莫利炖鱼呢，如果说电视机前面的朋友想吃的话，咱呢也不用亲自来到这个哈尔滨的方正县的德莫利村了，咱在家里也能吃到。那么什么步骤，咱就得用笔呢一点一点的来记下来。朱大厨现在正在用这个汤淋我们这个鱼的上面，现在呢慢慢的在锅中这么炖着8分钟左右。记住开锅之前下入粉条和蔬菜。那么现在我们等待8分钟之后，看看我们的炖鱼什么样子。现在呢，我们的鱼已经炖上6、7分钟了。接下来我们要放一点粉条，让粉条呢入一入味儿。粉条来，现在呢我们加入粉条，你看我们的水晶粉呢轻轻烫过之后呢，就上了点颜色，是不是？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加入一点白菜进去，加白菜。哎呦，这个炖鱼这个白菜很关键，是吧？对，因为它呢。能够使这道菜呢荤素上搭配起来感觉很合理，而且这个加了这个白菜之后，这个味道是不是白菜最后会出来一点鱼香的那种甜味？对，白菜炖完之后会甜，相互的去渗透。因为我觉得白菜是相对比较容易入味的一种蔬菜。有时候我们涮火锅的时候，有人喜欢涮这个白菜，就是白菜特别有味道。而且你看我们这边还准备了一些茼蒿。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朱大厨，这个茼蒿是德莫利炖鱼中经常出现的食材，就必须得放的，好像是。这个放它的目的，您觉得在烹饪上来讲是怎么讲究？第一就是营养搭配，第二呢也是颜色搭配。实际上从营养上来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这个茼蒿可以促进这种鱼或者是肉类蛋白质的分解，帮助我们人体摄取这种营养。而且呢，中医上讲这个茼蒿是有蒿之清气，菊之甘香，所以说呢，加到这个炖鱼的味道里，肯定是特别的不一般。总之就是说呢，能够将这个蒿和这个菊花所有的精华集合在这个茼蒿之上了，是不是？别看这个小小的茼蒿，它是其他一般的蔬菜所有的营养素它都具备，而且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特别高，要比黄瓜呀、茄子高出1.5到20倍之上。哇，听到没有？那我觉得茼蒿，你看平时以前涮火锅的时候呢，都忘了光想着这个蔬菜什么都行了。那我觉得多吃点茼蒿，应该对身体还蛮好的，比别的这个营养素还多一些。好，我们放在一边。茼蒿一般烫一下呢就可以了。而且你发现涮久了以后，它颜色会变黄，的确，实际上它的叶绿素就会大量的被破坏掉了。对。好，出锅之前淋上一点点，香葱、蒜片。哎呦，这道菜真的给人感觉够大气的。你看，我们在出锅之前，这个盘子给它准备的都够大气。这个不知道的以为是一个大的乐器呢，是不是？这是一个大大的盘子哦。光看这个器皿就尽显这个东北人豪放的那种性格，是不是？可以了。好嘞，我们大盘子已经准备好了。哎呦喂，您瞧这鱼握在盘子上的时候呢，就不觉得这个盘子大了，因为这条鱼好大，而且这个鱼呢，保证出来一点就是它没有碎。
赶快给大家尝一尝这个味道哈，真的给的很足，是不是？哎，蘸一点汤汁，吃这个鱼肉呢，一定得蘸这个汤汁呀。哇，哎，不错，味道给的很足。而且这个肉质非常的松软，又沾染了那种豆腐的豆香味儿，还有茼蒿的那种清香气在。哎，的确，而且里面这个好像因为有生抽和料酒的关系，所以说呢，鱼腥味一点都没有。如果不是很着急的情况啊，可以说多炖一会儿，再多收回汁儿味儿呢会更好一些。火候如果说能久一点就再久一点。对。如果说你觉得8分钟、9分钟不够的话，你可以在家里炖上10分钟或者15分钟左右。可以。那今天给您带来第一道菜呢，是这个比较正宗、比较特色的东北菜德茉莉炖鱼。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北菜呢没吃够的话，马上给你带来第2道东北的标志性菜品了。什么名字？酸菜猪肉水饺。酸菜猪肉水饺，在很多东北人心目中呢都是有情节的。不管你这一天有多累，不管你一天有多辛苦，晚上回家能吃上一顿猪肉酸菜饺子，这一天所有的烦心事儿都忘记了。究竟什么味道才能让这么多东北人爱这道菜呢？广告之后告诉你。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东北菜，请来的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大厨朱大厨，并且呢给大家讲解很多养生知识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营养学家、主治医师、医学硕士王静老师，欢迎2位哈。刚才做的这个德茉莉炖鱼，我和王静老师可以说吃完之后呢，觉得现在都不想继续做节目了，想安安静静的享受这道美味。对，那么大的量，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呢，那个豆腐那么软，然后肉味肉的那么足，鱼肉怎么样？你觉得？美味之极，现在还在那种香味还在嘴里萦绕呢。我觉得好，让你萦绕的不光是那一道菜，接下来这道酸菜猪肉饺子一定能会让你再萦绕一回，你信不信？信不信？我非常的期待，但是我没有尝过。没尝过，那咱今天朱大厨呢就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做猪肉酸菜饺子。好嘞，咱这个酸菜已经准备好了，对，不是？来，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地地道道的东北酸菜。一般你看哈，在超市中买的呢，都是成袋的这种，比较发白，而东北酸菜呢，属于是这种有点微黄、黄绿的颜色。你看呢，这个酸菜哈，在这个季节，就这个月份9月、10月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腌酸菜了。哎，那这个酸菜，这个东北是怎么腌出来的呢？酸菜呢是东北啊，在秋季啊就储存一些白菜，白菜拉回来以后呢，就是说把这个白菜洗干净以后，别有烂叶啊，包括是烂叶，包括这个顶啊根儿啊，不要去烂掉。而且呢，就是说腌的时候啊，码在是一个缸里头啊，一层白菜压实完以后撒上盐，一层白菜压实上撒上盐，今后啊就是说腌出很高时候，一个石头压上一个大石头，是不是？对对对。那一般它在腌的时候，多长时间才能腌出来这个最后能吃的这个酸菜呢？在温度可以的情况下，在是30天左右吧。所以说你看，腌了30天之后，这个酸菜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有点黄绿的颜色。闻起来的时候呢，酸酸的，让你感觉胃口大开。咱们赶快做这道酸菜饺子，就得先把这酸菜呢处理一下喽。这个酸菜它一般，咱东北酸菜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四川呢，它有一个老坛酸菜。这个2样酸菜它的口味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四川那个酸菜它是用那个盖菜应该腌的，它是绿的啊。东北这个酸菜呢是用白菜腌制的。你看它这个芯儿啊，里头是微黄色，腌透以后特别好。这个酸菜芯儿啊特别好吃，直接生着洗一洗它，生着来蘸酱吃，或者是直接空口来吃它就可以。对对对，还很好吃。生吃酸菜还可以增加我们肠道的有益菌，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排泄的一个作用。有促进肠道的有益菌的生长，有益菌生长很不错呀。对，你看，其实一般哈剁这个酸菜馅儿的时候呢，也是很关键，因为它需要把这个酸菜呢先片这么一片下来，片一下。这样呢，能够让它比较厚的一个层呢变薄一点儿，这样剁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对。而且我觉得酸菜在东北，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有它历史的原因。怎么讲？你像以前的时候，这个物质比较匮乏，还有到了秋冬季节，尤其是东北气候比较寒冷，好像那时候没有大棚，就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可吃，所以各家各户呢就买很多的大白菜来贮存起来。秋天的时候，对，那怎么贮存呢？就放久了还是会烂掉的，所以我们就制作酸菜。久而久之呢，这种传统就保留下来了。当然了，现在就说物质都大量的丰富，我们大棚也有了各种新鲜的蔬菜，在任何季节都可以吃到。但是很多人呢就好这一口，对，是不是？你看，把这个酸菜做好了之后呢，我们给它切成这种细丝，然后剁一剁就是它的馅儿了，是不是很简单？
那其实啊，你要说到这个腌酸菜，其实，在东北的人家里呢，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哈，他都有一件宝贝，就是他这个酸菜缸上面这个大石头，一般呢没处去找去，都是传家。所以说，你看这个东北这个酸菜哈，它也是一段文化了，真的是。对。而这道酸菜饺子，在东北人冬天的餐桌上经常出现。那么怎么调这个馅儿呢？咱看看大厨哈，教大家怎么调。首先选择一些上等的猪肉，五花肉馅儿，然后加一点儿，加上酱油、盐、味素，再加上点花椒面，把它顺一个方向搅劲儿，加上葱花、姜末，加上咱们这色拉油啊，顺一个方向去搅就可以。哇，你看，现在搅一搅，这个搅的时候呢，这个葱花的味道啊就会渗透到这个猪肉里面去。记住，是一个方向。为什么一个方向？如果是两个方向，是不是就上不上劲儿了？对，它这个吃的会泄。你看哈，咱这边呢切好了之后，但是这个酸菜还是水囊囊的。一般这个水囊囊的这个馅儿是不太适合做饺子的。对，就是这个酸菜啊，切完丝以后啊，剁成馅儿，擀成馅儿以后呢，把这水分呢攥干啊，就是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馅儿调的时候，这个肉和这个酸菜的比例大概是什么呢？愿意吃肉人呢，就是说2/3的肉，1/3的酸菜。如果是说我比较喜欢吃酸菜的，酸菜可以多搁一些。其实我觉得多放点酸菜好，因为这个酸菜嘛，它不光是一种很好吃的一种佐料，而且它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你像它的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和一些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很高，那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消化能力。还有呢，就是这个酸菜呢，它的膳食纤维是很丰富的，也可以加速我们的肠道的运动。那这个酸菜哈，你看，我吃它的时候，最近几年会有点担忧，因为很多人说这个酸菜呢，它腌久了之后会有这个亚硝酸盐。这个就是能致癌的一种有害物质了，是不是？这个是得请教咱们的营养师王老师，是不是？王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亚硝酸盐，这个酸菜中真的有吗？到底我们该不该吃？该怎么吃啊？那首先你要注意学习一下这个亚硝酸盐它的产生，还有它的达到高峰以及它消失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腌制的一些食品当中啊，在4到8天的时候是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那这时候绝对不能吃。对，4到8天是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那到第9天的时候，亚硝酸盐的含量开始降低。那到20天的时候，亚硝酸盐的含量呢就基本上就可以消失了。所以刚才大厨讲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用酸菜是什么时候可以吃呢？是30天。30天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放心食用了，亚硝酸盐含量基本上就消失了。所以说腌足了30天就是最好的。这边我们把馅儿呢已经调好了，记住哦，一个方向来搅。这个饺子想起一个典故，你知道这个饺子最早是中国人怎么发明的？是怎么回事？是最早的时候是汉代的张仲景创的一个汤方，叫祛寒焦耳汤，就说这个饺子特别像人的耳朵。就有一年啊，这个就是气候特别冷，好多的贫苦的老百姓呢就冻伤了耳朵。于是张仲景呢就非常的这个可怜这些老百姓，然后呢就开始就是让手下的人做了很多的这样用羊肉、花椒还有这种其他的姜啊做调料，然后呢用面食把它包裹起来，放在锅里一块煮，分发给这些老百姓吃。当吃了这个饺子汤之后呢，那这个冻耳呢也很快的被治好了。这是有名的这个叫祛寒焦耳汤，就是饺子之前最早的一个原型。对，时间久了以后呢，当然我们现在不需要用这个祛寒焦耳汤来治疗我们的冻耳，但是呢，因为饺子非常非常的美味，所以就一直保存的现在成了我们中国饮食传统文化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食品了。饺子呢现在已经包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煮酸菜猪肉饺子，感觉好像今天来到一个东北人家的感觉，是不是？把锅的水烧上，好嘞，咱一般都是开水下饺子。其实你看哈，在东北呢有这么一个习俗，每年到这个入冬以来哈，就会很多人呢在一起，准备很多速冻饺子，因为大家觉得呢冬天包一顿饺子呢比较麻烦，反正咱有酸菜有肉，咱就包好多，然后放在这个外头，一般放在凉台里面，因为外面比较凉嘛，冬天的时候呢，东北的气温都是零下20多度，有时候接近30度，室外冻得叮当叮当的一个一个的，就当冰箱用了。想吃的时候取回来一点，在屋子里面一煮，就可以了。又省事儿，然后呢又能利用这个东北天然的这种自然环境，因为它冷嘛，天然的大冰箱，省老多电了。跟你说，这边把饺子煮上，一会儿呢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东北有名的酸菜猪肉饺子了。慢慢的煮着它，一会儿看看这饺子味道咋样。好嘞，现在酸菜猪肉饺子要出锅了，我们赶快尝一尝什么味道。来，大厨，咱给这饺子捞出来吧。
真不错。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主厨啊包的饺子都个头很大，很饱满，在这个锅中呢，感觉像一个个小胖墩儿一样，是不是？好吃不过年饺子，感觉今天像过大年似的，是不是？而且是在东北过年，外面寒风瑟瑟的，屋子里面吃热气腾腾的酸菜饺子，真的好享受。咱们也享受一番，好不好？朱大厨，您觉得今天这馅儿调的怎么样？很不错，应该是。说实话，我吃这个味道的时候，让我觉得这个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哈。妈妈跟在家乡的时候，妈妈包的饺子是一个感觉的味儿。因为里面这个酸菜呢，它咬在嘴里面的感觉酸酸甜甜的，而且它呢既脱离了那种白菜那种脆爽的感觉呢，又保留住那种很多腌制菜那种梗梗的那种，咬起来越嚼越香的感觉，那种纤维的那种味道。的确，希望电视机前的很多好朋友们哈，如果说愿意吃饺子，这道东北特色的酸菜猪肉饺子也能在你的餐桌之上出现哦。今天给你带来的都是东北菜，我真的觉得哈，今天让我们觉得很有口福。想吃的话，在家里不妨试一试喽。谢谢我们的朱大厨，谢谢，也谢谢非常漂亮的王静老师带来这么多有意义的养生的讲解。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健康新时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好了，2道正宗地道的东北菜这就做好了。德茉莉炖鱼，汤汁鲜美，混合了鱼的鲜味儿、豆腐的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爽，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渗透。在冬季吃上一份如此美妙的大炖菜，真是暖心又暖身呀。酸菜饺子是东北人离不开的主食，酸菜做馅儿，搭配上猪肉的鲜香，那味道真是别具一格。在寒冷的冬天，您不妨做上道东北菜，这东北菜的热情和豪爽一定会让您温暖一冬。